想象一下，你的头顶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成群的 B-52轰炸机正在进行地毯式轰炸，燃烧弹把地表的丛林烧成了灰烬，连泥土都炸翻了好几遍。但在你脚下几米深的泥土里，却隐藏着一个完整的社会。这里有战地医院，有兵工厂，有学校，甚至还有人在地下剧院里拉小提琴。今天我们要聊的隧道工程，不是为了通车，也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生存和反击。这就是越南战争时期让美军患上严重幽闭恐惧症的终极地下工程，总长度高达250公里的古子地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硬核的徒手地下防御网络。我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挖隧道最怕的是什么？塌方。我们曾经在二战战俘营越狱隧道节目中提到，为了防止沙土塌方，战俘们偷了4000块床板做支撑。但古子地道有整整250公里，相当于从纽约一直挖到了费城。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游击队员去哪里找那么多木头做支撑啊？答案就是越南古子的土质。古子地区的地质是典型的砖红壤，这种红土简直就是大自然赐予游击队的完美天然混凝土。在越南漫长的雨季中，红土吸满水分，变得像黄油一样的柔软，只需用极其简陋的铁锹甚至锄头就能轻轻挖开。但是一到了旱季，或者土壤接触到空气后水分蒸发，这种红土就会变得极其坚硬，堪比水泥。所以游击队员根本不需要任何木板支撑，他们就像是在一块巨大的正在风干的陶土里雕刻。大自然的地质特性帮他们解决了地下工程难题。但光有坚硬的土质还不行，面对美军的重磅炸弹，古子地道在结构设计上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工程智慧。它不是一条平面地道，而是一个3维立体的3层防御网络。第一层地下3米，这是战术缠斗区，这里密布着射击孔和陷阱，游击队员可以从地底突然站出来开一枪，然后瞬间消失在地下。3米的深度足以抵挡美军常规步枪子弹和迫击炮的弹片。第二层地下6米，这是生活与后勤区，这里有厨房、休息室和武器作坊。6米的坚硬红土已经可以硬扛大部分常规的航空炸弹。第3层地下8到10米深，这是最后的极限避难所，通道被极度压缩，只能容纳1个人匍匐前进，并且直接连通着地下河。这里是专门用来躲避美军 B-52轰炸机的重型战地弹的。这3层结构之间有无数个仅有70乘50厘米、几乎和肩膀一样宽的隐秘舱门连接。如果你不知道迷宫的走法，下去就是死路一条。现代隧道工程师看到这里，肯定会问出3个致命问题：几万人藏在地下，怎么呼吸？美军往洞里灌毒气怎么办？地下做饭的炊烟会暴露位置吗？别急，我们一个一个看。古子地道的仿生学和流体力学应用堪称一绝。首先是呼吸问题，游击队员没有现代化的通风扇，他们在地面上建造了成百上千个伪装成白蚁丘的通风口。这些白蚁丘不仅外观极具欺骗性，内部的管道还被故意设计成多个弯折，这样一来，不仅能保持地下空气流通，就算美军发现了，往里面扔手榴弹，爆炸的碎片也被折弯的管道挡住。其次是防毒和防烟，美军为了逼出游击队，经常往地道里灌水或者释放催泪瓦斯。游击队员是怎样破解的呢？他们利用了类似我们今天家里马桶底部的 U 型水封原理。地道的某些连接处会向下凹陷，形成一个 U 型坑，里面注满了水，人可以屏住呼吸潜水游过去，但外部潜入的毒气会被这道水封彻底物理阻断。最后也是最天才的发明——黄干灶。几万人在地下要生火造饭，为了不让炊烟直冲云霄引来轰炸机，他们发明了一种多级地下排烟系统。厨房的烟雾不会直接排到地面，而是被引入长长的贴近地面的地下沟渠里。
烟雾在这些沟渠中经过多次冷却、过滤和打散，最后飘出地面时，已经变成贴着地皮的若有若无的尘雾。美军的侦察机在天上根本看不出来。美军很快发现，从地面上炸不毁这座地下城，要想炸毁它，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钻进去。于是，越南战争中最恐怖、死亡率极高的特殊兵种诞生了——坑道鼠。因为谷子地道的通道尺寸是专门为身材娇小的越南人设计的，人高马大的美国士兵根本进不去，美军只能挑选军中身材矮小的士兵。设想一下这个画面，你孤身一人，拿着一把 M1911手枪，咬着一个手电筒，爬进一个完全漆黑、连肩膀都转不过来的泥土管道里。你不知道前方转弯处是游击队的冷枪，是一条致命的毒蛇，还是布满削尖竹刺的陷阱。而且地道里充满了节制性的防爆拐角，这意味着哪怕你开枪，子弹也打不远，别人那个炸药包你也无处可躲。这种极度的幽闭恐惧和心理压迫感，让无数幸存的坑道鼠在战后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到了战争后期，美军甚至动用了推土机去铲平地表，动用地毯式轰炸，试图把谷子地区炸回17时代。但这种全长250公里的地下迷宫，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被彻底摧毁。从工程学上讲，谷子地道粗糙到了极点，没有混凝土，没有钢筋，没有蹬钩机，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施工图纸，但它却完全契合了当地的地质条件，把简陋的仿生学与生存法则运用到了极致。它证明了一件事：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人类的生存本能往往能激发出连现代科技都无法轻易战胜的工程奇迹。这就是二战谷子地道的故事。这几天正好越南交通大学来了几位教授到上海，他们跟我说，昨天是越南的解放日，所以我们今天播出这个谷子隧道应该说是非常应景的。你觉得和二战战俘营的大逃亡隧道比起来，哪一个地下工程的设计更能让你惊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期隧道故事，别忘了点赞订阅，让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